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你推荐一本足以改变你对历史认知的书籍《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的作者是马伯庸，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鲜为人知却又充满魅力的大明王朝。马伯庸，著名作家，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著称。他的作品常常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游走，既尊重史实，又不乏趣味性。显微镜下的大明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他以小见大，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将大明王朝的兴衰荣辱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大明王朝的新视角，更在于它教会我们如何从细微处洞察历史的真相。正如马伯庸所说，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张由无数细节交织而成的网。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在这张网中找到那些被忽略的线索，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过去。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真的了解历史吗？或者说，我们了解的历史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被后人加工过的？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显微镜下的大明，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真相。在这里，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位名叫海瑞的官员，他以清廉和正直著称。然而，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中，马伯庸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发现了海瑞鲜为人知的一面。他不仅是一个清官，更是一个极具智慧和策略的政治家。正是这种多维度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的历史人物。细节的力量。显微镜下的大明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马伯庸通过大量的一手资料和细致的考证，将一个个历史事件还原得栩栩如生。细节是历史的血肉，没有细节，历史就成了一具空洞的骨架。马伯庸在书中反复强调，细节不仅仅是事件的补充，更是理解历史的关键。通过对细节的挖掘，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因果关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脉搏。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从细节入手，去分析一个历史事件。例如，在描述明朝的财政制度时，马伯庸详细介绍了当时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流通情况。通过这些细节，读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明朝经济繁荣与衰落的真正原因。书中有一个关于明朝户籍制度的案例，展示了细节的力量。马伯庸通过查阅大量的户籍档案，发现了明朝户籍制度中的漏洞和弊端。这些细节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管理的混乱，也解释了为何明朝末期农民起义频发。多角度的视角。马伯庸在书中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式，不仅关注帝王将相，更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这种多角度的视角，使得历史变得更加立体和真实。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是普通百姓的历史。通过多角度的叙述，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一个时代的全貌。马伯庸在书中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展现了大明王朝的方方面面。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人物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事件。例如，在描述明朝的对外战争时，马伯庸不仅描写了将领的决策和战斗的经过，还描写了普通士兵和百姓的生活。这种多角度的描写，使得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战争的真正影响。书中有一个关于明朝海禁政策的案例，展示了多角度视角的重要性。马伯庸通过描写朝廷的决策、沿海百姓的生活以及外国商人的反应，展现了海禁政策的多重影响。这种多角度的叙述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一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效果。历史的复杂性。显微镜下的大明深刻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马伯庸通过大量的史实和细致的分析，展示了历史事件的多种因果关系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历史事件往往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伯庸在书中通过详细的考证和分析，揭示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维度。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分析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例如，在描述明朝的党争时，马伯庸详细分析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诉求和权力斗争。通过这些分析，读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党争的真正原因和影响。书中有一个关于明朝宦官专权的案例，展示了历史的复杂性。马伯庸通过分析宦官的权力来源、朝廷的政治格局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应，揭示了宦官专权的复杂背景。这种多维度的分析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历史现象。文化的传承与变迁。马伯庸在书中还探讨了大明王朝的文化传承与变迁，通过对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描写，展现了明朝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化是一个时代的灵魂，通过对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马伯庸在书中通过对文化现象的描写，揭示了明朝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
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例如，在描写明朝的文学成就时，马伯庸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文学流派和代表作品。通过这些介绍，读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明朝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艺术特色。书中有一个关于明朝宗教信仰的案例，展示了文化的传承与变迁。马伯庸通过分析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互动，揭示了明朝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角度的描写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明朝文化的丰富内涵。权力的游戏，显微镜下的大明还深入探讨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马伯庸通过大量的史实和细致的分析，展示了权力斗争的多种面貌和复杂背景。权力斗争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权力斗争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动态。马伯庸在书中通过对权力斗争的描写，揭示了明朝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分析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例如，在描述明朝的党争时，马伯庸详细分析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利益诉求和权力斗争。通过这些分析，读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党争的真正原因和影响。书中有一个关于明朝宦官与文官集团斗争的案例，展示了权力的游戏。马伯庸通过分析宦官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揭示了明朝政治斗争的复杂背景和多种影响。这种多维度的分析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明朝政治斗争的真正面貌。通过以上对显微镜下的大明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权力、文化和社会的深刻探讨。马伯庸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大明王朝。如果你对历史充满好奇，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大明王朝的兴衰荣辱，那么显微镜下的大明绝对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我真诚地希望你能抽出时间阅读这本书，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照亮了过去，也照亮了我们的未来。通过阅读显微镜下的大明，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从而更明智地面对未来。正如马伯庸所说，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张由无数细节交织而成的网。让我们一起在这张网中寻找那些被忽略的线索，去发现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的历史。历史是每一个人的故事，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通过阅读这本书，你可以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去探索，去发现，去感悟。让我们一起用心去聆听那些被遗忘的声音，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情感。历史的大门已经为你打开，显微镜下的大明将带你走进一个充满魅力和智慧的世界。期待你在这本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并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悟和收获。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能喜欢显微镜下的大明。